看真实案例，品人间悲欢。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 档案。接下来的这个星期天啊，就是母亲节了。我这里代表 M2 团队祝天下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对我个人来说呢，母亲节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节日。一家人中最辛苦、最操劳的母亲可以有专属的一天，接受我们的感恩和祝福。现在啊，全球有40多个国家过母亲节，时间上呢不是完全相同，有些国家是在3月份。但是绝大多数是在5月的第2个星期天。母亲节是温馨的，然而说起节日的来历和它的发起者，却有着一段灰暗色调的历史，以及一个令人唏嘘甚至有点揪心的故事。咱们现在过的这个母亲节呢，确切的来说是叫现代母亲节。它的缔造者叫 Anna Jarvis， 是一个终生未嫁、无儿无女的普通美国女性。大家有没有想过啊，母亲节被庆祝了100多年，人们却很少提起这个创建节日的人，甚至有意无意的都在淡化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Anna Jarvis 啊，在建立了母亲节以后，倾尽后半生，一心一意的要废除母亲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1908年5月10号的星期天，费城百货商店 Wanamaker 能容纳下5000人的礼堂，座无虚席，门外还聚集着1万多人想要入场。他们来参加的这场集会呢，是一位普通的保险公司文员召集来的。这位女士就是 Anna Jarvis。 她慷慨陈词，表达决心，要把母亲节推广到全美，并让国会承认为官方节日。Anna Jarvis 在西弗吉尼亚出生长大，前半生名不见经传。她的母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社会活动家，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带领妇女们维护和平，救死扶伤。母亲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个专属于母亲的节日，让世人铭记母亲对国家以及整个社会的贡献。当时啊，安娜的母亲和另外一个和平活动家和女权主义者希望建立一个母亲和平日，主要反对战争，呼吁不再有丈夫和儿子在战争中丧生。1905年5月的第2个星期日，母亲去世。安娜是家中11个孩子中唯一一个活下来且没有生理缺陷的健康孩子，因此得到了母亲最多的疼爱。母亲的去世曾经让她一时间难以自拔，化悲痛为力量。安娜发誓要实现母亲的遗愿。她在母亲的墓前献上了她生前最喜爱的白色康乃馨。于是啊，从1908年开始，安娜给所有她知道的有可能帮助到她的政要和名流写信，呼吁国会设立母亲节。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这么一个普通女子的呼吁，在民间却得到了广泛的呼应。最后啊，还真的就被国会给讨论了。然而坏消息是，美国国会很快就把这个提议给否决了，甚至还有议员开玩笑说，这要是有了母亲节，咱们为了一碗水端平，是不是还得设立一个岳母节呀？要说这世界上从来不缺杠精，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可是安娜并没有轻易的就放弃了，她继续发动各种演讲和请愿，使得成立母亲节的呼声越来越高，甚至像马克·吐温这样的名人也公开发表评论，力挺母亲节。其实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看呀，母亲节早就该有了。人类本身就有对母性崇拜的背景，母系社会时期女性发挥的作用咱们更不必多说。后来希腊的塞拜节和罗马的 Hilaria 节都是对母性神的崇拜。基督教的 Mothering Sunday 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是为了唤起人们对教会的归属感，后来演化成了英国的母亲节。即使是19世纪下半叶美国出现的母亲工作日和母亲和平日等等的宗旨，也是为了称颂母亲们在社会方面的贡献，号召女性走出家庭，为社区和人类社会发出更多的作用。所以说啊，美国国会拦着不通过母亲节的提议，差不多就是螳臂当车了。除了民意呼声、名人支持之外，还有像 Wanamaker 这样的老牌零售商， Hallmark 这样的贺卡专业户，还有大大小小的花店老板，都在为母亲节官方化摇旗呐喊。安娜的激情和坚持不懈，社会精英和大众对母亲默默奉献的反省，加上形形色色组织团体为各种目的和利益所驱动，使得这个母亲节简直是呼之欲出了。在这个背景下，时间到了1914年的5月9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终于签署法案，把每年5月的第2个星期日定为美国法定的母亲节，号召国民在这一天对自己的妈妈表达爱和尊敬，感谢他们对家庭所做的贡献。虽然说美国出台的法令啊，都是经由2院投票通过，最后呢由总统签字生效。总
总统签字更像是个仪式吧。不过看威尔逊总统家庭的成员情况啊，这个法令由他签署最适合不过了。你看这甜蜜的一家子，总统一定深深感受到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巨大作用。除了他呀，这一家全是母亲和未来的母亲。从此呢，母亲节正式成为北美乃至世界的重要文化传统。走在城市的街头，你会看到花店里一束束整齐待发的康乃馨，巧克力糖果店一盒盒诱人的母亲节曲奇，贺卡店一排排印刷精美的卡片，百货商场里最显眼的货架一时间都贴上了妈妈的标签。电台、电视、网络上各种煽情的广告也扑面而来，让眼角湿润的顾客感觉不掏腰包简直是天理难容啊！据美国零售协会 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 预计，2023年全美母亲节消费将超过357亿美元。美国人在母亲节上的人均消费为270美金。人们把对母亲积攒了一年的爱，都在这一天通过消费行为尽情地抒发出来。统计表明，将有84%的人会通过各种形式庆祝母亲节，将有74%的人给母亲送贺卡和花，60%以上的人会去外面用餐。加拿大的 Kobo 公司曾经有一个母亲节的广告创意，说这妈妈给孩子读书，然后呢要求长大了以后，小孩给老妈买一个 e-reader 这个电子书阅读器作为回报。有觉得哪儿不对吗？没错，是商业的味道。本来一个对母亲表达爱意的温馨节日，俨然已经变成了买的消费日。其实不仅是我们今天觉得这样，当年母亲节成为法定节日后，安娜立刻就感受到了这一点，而她的初衷可不是这样的。单纯而执拗的她不愿意看到自己奔走呼号争取来的母亲节变成了商家的狂欢节。于是在1918年5月的第2个星期日，同样是在费城 Wanamaker 百货商店的茶室里，一位女士在服务员呈上的母亲节特别菜单里呢，面无表情地点了一份母亲节沙拉。可是菜一端上来这位看似有着良好教养的女士就将沙拉全部倒在地上，扔下饭钱和小费，扬长而去。这位女士就是安娜。时隔10年，同样的地点，同一个人，对母亲节的态度却是截然相反。不仅如此之后的每年母亲节，她都有一些惊人之举来给这个节日抹黑一笔。1923年，她成功的搅黄了费城糖果零售业联盟的母亲节大会。1925年，她出现在美国战争母亲的会场，抗议这个慈善组织售卖康乃馨筹集善款，结果以扰乱和平罪被逮捕。他甚至还要起诉罗斯福总统夫人的基金会，告他把母亲节给商业化。翻遍美国20-30年代的报纸安娜的形象是一个私心膨胀的疯子，忘恩负义的怪人，歇斯底里的老姑娘，不择手段的要控制母亲节，把这个节日呢据为己有。直到2009年，西弗吉尼亚学院的历史学和性别学家凯瑟琳娜从安娜和亲人的书信和其他的故纸堆中发掘了真相。这位母亲节的创始人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保护母亲节的纯洁性，反对母亲节的商业化，为了不让美丽的理想成为商人、政客以及各种组织团体追逐名利的工具。在安娜看来给母亲亲手写的一封家信，即便笨拙，也比花钱买的那现成的精美贺卡承载着更多的爱。多花时间陪伴母亲，比多花金钱为她购买礼物更显真诚。她拒绝所有找上门来的商业合作。当花商愿意向她支付佣金的时候呢，她愤怒地斥责节日鲜花生意是肮脏的交易。1908年第一次母亲节庆祝活动的时候，人们胸前佩戴的白色康乃馨的价格是1分钱一支，而母亲节官方化后10年，一支康乃馨的价格已经是1美元。想买一束母亲节鲜花，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已经成为了一项不小的开支了。安娜为此呢，自己设计了一枚胸前徽章，免费发放，用于替代那些神圣的康乃馨。结果可想而知过于天真的她打了一场注定要失败的仗，失去了财产、健康、名誉，以及她一手缔造的母亲节。安娜最后的日子是在精神康复中心度过的，而她到死也不知道，为她支付生活费用的，竟然是几个因为母亲节发家而感恩于她的花店老板。回看安娜的一生，在1914年5月成功推动母亲节成为官方节日之后没有守着母亲节创始人的名望休闲的过日子，而是用他的后半生所有的精力和金钱反对与母亲节相关的一切活动，
致力于取消这个节日，最终穷困潦倒地死在精神病院里。这是一个多么矛盾又令人唏嘘的悲剧啊！其实何止母亲节呢？情人节、万圣节、圣诞节等等，哪个节日到现在还承载着最初的全部意义？哪个节日又能逃脱被商业化的命运呢？这些原本内涵深远的文化传统和全世界流行的节庆活动，在商业化的泛滥中沉浮100年，最终都变得与煽动的广告有关，与批量生产的鲜花、贺卡、糖果和零售业的利润相关。然而时代的发展，商业浪潮的席卷，节日的商业化已经注定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如果安娜在天有灵，看如今全世界几十亿人在庆祝她提议创立的节日，以爱的名义掀起更高更大的消费浪潮，不知她是一番什么样的感受。无论如何吧，周日就是今年的母亲节了，让我们记住 Anna Jarvis 这个名字，记得节日的初衷，祝我自己老妈节日快乐，也祝福天下的母亲都健康快乐。感谢收看 M2 档案，咱们下期再见。